创纪录的通货膨胀，连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，美国社会面临一连串的棘手难题。拜登政府显然难辞其咎。多家民调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拜登的支持率降至40%以下，创下新低。然而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白宫周一确认拜登将参选2024，这引发了民主党支持者的极大忧虑。要知道，到2024年大选时，拜登已经81岁高龄。被问及拜登是否有意在2024竞选连任时，白宫新闻秘书让·皮埃尔周一给出了肯定回答。但对于一些民主党人来说，年近80的拜登将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任总统，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大多数美国人曾对拜登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。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2020年的数据显示，在拜登就任前，59%受访者认为他可能无法完成4年的总统任期。拜登就任后，因为多次差点摔倒和一些奇怪的手势，使得其健康问题一直广受外界关注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日前采访了50名各层级民主党官员及2020年曾支持拜登的选民，他们对当前民主党的前进道路异常悲观。一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直言，拜登应该在中期选举结束后宣布他不打算寻求连任。一名民主党支持者表示，根本没想过拜登成功连任，他需要一个更年轻的候选者，而不是一个七老八十的人。这些忧虑并非无的放矢，毕竟美国民众对拜登的不满在增长。美国劳工部上周五的数据显示，5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8.6%，再创40年以来的最大值。至此，美国 CPI 月同比涨幅已连续3个月超8%。而截至5月，美国食品指数上涨了10.1%，能源价格的涨幅更是达到34.6%。纽约时报报道称，油价高企推高了生活成本。This is definitely shocking. So that's shocking. That's the most expensive that I ever paid for gas, ever. I don't know what they can or can't do, but they need to fix it. 受到高通胀的影响，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，标普500指数跌幅3.88%，指数较年初高位下跌22%，技术上确认进入熊市。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更高达4.68%，今年以来累计下跌约30%。面对这样的经济窘境，拜登的做法是赶紧甩锅给俄罗斯，再抛所谓普京涨价指控。拜登上周五在洛杉矶港对码头工人喊话，声称普京必须为天然气、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负责。我觉得拜登的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逻辑跟这种经济理论的这种根据，因为你不准备需要采购的时候就缺油。OPEC 现在就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，跟美国的关系越搞越糟。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美国的经济衰退呢，就是过去种的因，现在所结到的果。美国财长耶伦上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也承认，随着对俄制裁加码，美国能源及消费品价格将继续上涨。美国广播公司6月初民调数据显示，约有71%的美国人不认同拜登对于通胀的处理方式。拜登总统还有甚至之前的特朗普总统来讲的话，他们这2任总统在任内的时候，大量的印钞，大概多发了差不多8、9万亿美金的钱，在全世界的市场上，更多的资金去追求相同的产品，一定会涨价。在今年底11月的这个选举当中，可以预见美国的民主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